大家好，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对我们恒强资bản教学的支持。我们的初级课程已经告一段落，我们这期开始进一步的进阶课程。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王辉，很高兴也很荣幸能跟大家继续分享本次课程。本次课程的主要内容是题花，下面我们开始我们的讲解。题花我们分为10个部分进行讲解可能有更多的，我们这里的标题有10个第一部分题花的概念，第二部分两色题花，第三部分题花备台，第四部分多色题花，第五部分繁底题花，第六部分题花加莱卡，第七部分题花收针，第八部分自定义题花，第9题花开领，第10题花沙嘴镀木。第一点，题花的概念。那在讲题花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题花的概念。我们之前讲解的时候都是单面，那我们题花呢是指织物上一行有织物一行上有2种以上的颜色，一般正面为花形，背面为有规律的备台。看这张图片，那像这部分是我们正面的花形也就是说我们的织物的正面看到的图案一般是一种可以是文字，可以是多边形也可以是图案。然后它的背面呢是一个有规律的我们叫备台组织。像这种呢我们后面会讲，它叫芝麻点的组织。所以说正面是我们画的图形，背面是根据我们功能线设置的一个备台然后通过我们的编译生成的，然后上织编织以后出来就是这样的效果正面是花形，背面是备台。然后一行上有几种颜色的题花呢，我们就会称之为几色题花所以说一般都是有2色以上的，像这种这里是2色。那这个是我们的题花的概念。以后看到一些织物，如何去分析这个织物它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做的。首先要了解它到底是单面还是题花。然后我们先讲解2色题花。一行上有2个颜色的双面花形备台根据花形进行选择。那我们做图的步骤呢有这几步比较笼统的大概有6步。那这里呢我们讲解题花的时候就用IJ 的色码来讲解就不再用银塔夏的方式了。其实它跟银塔夏的方式呢是通用的概念也是类似的，只是我们之前银塔夏的方式呢它会用到银塔夏的图层，那如果我们用 IJ 的颜色呢就不会用到银塔夏的图层。如果大家以前用的是银塔夏的，那我们可以尝试的来学习一下 IJ 的做法如果以前我们没有学习过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IJ 的颜色来做题花。第一步，绘制题花花形。第二步，将颜色替换为对应沙嘴的 IJ 颜色IJ 颜色是167到182，单系统建议使用167到172这个我们在后面详细说明。设置编织形式对应的216功能线。第4步，自动设置 ICJ 标记。第5步，沙嘴组设置一般用自动2。第6，保存编译。也就是说基本上通过这6步就可以完成我们的题花。然后这里注意点就是我们尽量从右行开始然后尽量为偶数行。偶数行是保证我们的沙嘴能回到初始位置这2点都是为了我们沙嘴能回到初始位置。然后我们打开制板，通过制板来讲解这6步。2色题花。那我们先打开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单面的花形就是说一个胚布。那我们这里呢讲解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些基本的类型然后后期的话呢，根据这些类型大家要灵活应用。这里我们先不涉及工艺，
主要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题花的制作。然后我们看这里，第一步绘制题花花型。那我们的题花的花型呢，就是说我们的织物上看到的一个图案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可以画怎么样的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里有模块，然后找到这个图形、图片，然后这里有很多图形，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图形啊去做，也可以自己去画啊。就是我们先通过自己去画图，然后了解这个做法。好，比如简单一点，我先画几个句型，跟我们刚才在那个图片上看到的效果比较类似的啊。就这是一个画图的过程啊。通过这种简单的图形，我们后面看一些备胎或者它的一个编织形式啊，会比较清楚啊。比如说现在我们把这个图形画好了，然后我们要做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网格的方块的啊，然后每个方块代表一个颜色，也就这里有2个颜色，一个是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红的，一个绿的啊。第一步就是把这个图形画出来啊，它可以是刚才我说了，可以是文字啊，可以是句型，或者说多边形，也可以是图形，像这种啊。那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来进行讲解。第一步，绘制题花花型已经完成。第二步，将颜色替换为对应纱嘴的 I 阶颜色，167到182。那我们先看一下167到182。167，我们在这里看，这里的话它没有 IC 或者说 I 阶这种标记啊，它只显示167这个数字。那其实这个数字它是不能做我们说的这个题花的编织形式的啊，不能当成题花色码来做的，因为我们的高级设置里面把这个色码功能关掉了。所以说我们如果看到这个色码是这样子，那我们首先要在高级设置横支里面啊，打开启用 I 阶色码，包括这个。那这两个什么区别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启用这个的话呢，它只能用1号到8号。那这里的话呢，可以用11到18，也就是说1号到8号纱嘴，还有11到18纱嘴。好，这个数字代表了纱嘴号，我们后面会讲解。就是在 IC 和 I 阶里面，它中间显示的那些数字就代表了纱嘴号。那我们这个设置以后，我们要重新启动，重启织版软件，然后再打开刚才这里的两色题花，也就这里的话是我们一个历史记录啊，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最近关闭的，我们直接通过打开这个就可以。好，然后我们在这个上面看到我们之前的167现在就变成 I 阶1，对吧？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I 阶表示我们的题花啊，它是带题花的这个编织形式啊，就是说带题花属性的。然后1代表1号纱嘴，比如说从167开始啊，然后的话我们根据要使用的纱嘴号来选择对应的颜色啊。比如说这个区域我们准备用3号和5号纱嘴来完成啊，因为它是2色题花啊，就是说2色题花的话，一行上就是有2个颜色啊，2个颜色那肯定要用2把纱嘴，然后对应的话就是我们这里的 I 阶的2个颜色啊。那我们这里的话用3号和5号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里的颜色换成 I 阶3和 I 阶5，先框选这个范围啊。那框选的时候要看呢，我们从哪里开始做题花啊？那比如说这里是我们的螺纹部分，那这里是题花部分，那我们从这个第一行开始做的话，那我们就框选这部分，然后使用换色。那这里的1号色我们可以换成 I 阶3，2号色换成 I 阶5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步骤里的第二步，将颜色替换为对应砂嘴的 IG 颜色。为什么叫对应砂嘴？就是说后面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去设置这个砂嘴了。我们只要在这里把它砂嘴设置好，我们在后面就不用再去定义了这里的话3号5号，那它对应的就是3号5号砂嘴。然后单系统建议使用167到172，那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单系统一般只有6把砂嘴，所以说从167到172那就够用了，因为你后面的砂嘴设下去的话一般也是没什么效果的除非有需要用到超过6把的，那我们单系统会用到右边的11到16这个我们后面再讲解。然后第3步设置编织形式，对应216功能线。那功能线上我们要会找216，也就是说第16条216呢是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前面有个2，所以说我们这里叫216，也就是说216。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第16条我们在这里找功能线的时候，像这里只要点这里就可以。然后对应的再看一遍设置编织形式对应的216功能线。那对应的话是指从这里到这里从开始到结尾。开始第一行右键设置2色提花。那这里呢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表示21，表示这里的2色，然后这里呢就表示我们的备台首先我们这里的花型你是几种颜色的，那你首先要这里去选2色3色先选择2色。然后备台的形式呢有这么多，那我们会一一讲解的我们先通过带的方式进行说明比如说我们先选带，然后这是我们的编织形式就是说第一个数字表示2种颜色21，第二个数字代表了它的编织形式叫备台，叫做带然后后面呢我们还要设置一个砂嘴组也就是在这个第3列这里。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在这里设置的，就是说也是右键砂嘴组系统设置1从第1组开始虽然说我们这里定义其实就是说用3号和5号砂嘴来定义好了，但是我们这里还是要通过砂嘴组再重新来定义一遍。那后期如果大家熟练的话可以直接在这里画一个1不用通过右键去设了，因为这里的砂嘴组我们基本上是根据这边用到的砂嘴的不同从第1组开始往上增加后面我们会讲，如果中间这个地方用的是4号和6号砂嘴那我们可能要通过这里砂嘴组设置另外一组来区分它这个我们先把这个基本的讲完。然后呢从头到结尾把这个编织形式复制一遍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3步，设置编织形式对应的216功能线。那这样就设置完成了，从开始到结尾。然后我们走到第4步，自动设置 ICJ 标记。这个工具呢是我们的一个横置工具就是找到横置工具，这个自动设置 ICJ 标记，就是说我们的图标是 ICJ 3个字母，然后呢你要区分这个字母它这里这个字母是自动生成，它是有向上箭头的，那我们这里呢是没有箭头的大家注意一定要选这个，点击一下在这里会生成一个99号色只要你在这里点击，然后功能线跳到202出来99，就表示我们这个设置成功了在所有有 IJ 的色码的地方，它都会把这个99标记上。那其实99号色呢，我们右键可以看一下它表示 IJ 色码，也就是说原来这个167或者说这种171这些色码它是表示小图的。那在不使用小图的情况下或者说在我们标记了这个 ICJ 色码的时候，那它就是作为我们一个提花的色码来使用那就不再是小图了，所以说必须做这个标记。然后第5步，砂嘴组设置自动2那我们点开砂嘴组设置，砂嘴组设置在这里，点击以后，原来的设置呢我们会通过这里颜色对应砂嘴去设置，那我们这边呢就直接选自动2
啊。那这张表里面我们了解一下自动1、自动2它们的区别啊。自动1就是说小号沙嘴先行啊，大号沙嘴后行。那自动2呢，大号沙嘴先行啊，小号后行。一般来说啊，我们会设置自动2这个编制形式，因为大号沙嘴先行能完成这个锁编的效果。然后这里的方向啊，我们一般就不考虑啊，我们一般是不考虑的。像这种提滑的时候是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我们都是从第一行开始啊，有几把沙嘴就设置这个沙嘴，然后清除啊就清除这里的属性啊，然后导入导出呢是导入这里的一些表格，那一般用的很少啊，所以我们这里选自动2，然后这个页码啊这里有64页，那我们会用到的一般最多也就是5、6页吧啊，像这种2色的我们基本上就用1页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先通过第一页啊来设置，点确定，然后就完成了啊。沙嘴组设置自动2啊，然后就保存编译，然后保存编译啊。编译完成以后啊，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动作呢？我们还是通过导入 HCD 啊，就导入 HCD 是我们查看这个结果的最好的方式啊。那我们看到原来这里的一行啊，比如说我们通过一行去导入，可以先框选这一行，然后通过局部导入啊。那这一行的动作最后编译完以后，它上机啊或者实际执行的时候是这样子的2行啊，看到这个沙嘴是5号和3号。那这里再说明一下，在我们做提花的时候，如果填了编织形式，那这里的沙嘴其实是没有用的啊。就是说，在有编织形式的时候，编织形式功能线优先，沙嘴功能线是不起效果的啊。我可以把它先删掉啊。就是说，有没有沙嘴功能线啊，都是没有影响的。只是刚才这里我为了看得清楚一点，我先把这个沙嘴功能线去掉。然后在局部导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2行是通过5号和3号沙嘴来完成的啊。也就是说2色提花，那它的一行就是通过2个颜色，也就是2个沙嘴来完成。然后对应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啊，我刚才框选的是这个啊，这一行，刚才框选这里，为了我区分一下，我框到这里啊，因为这样的话导入以后不会在这个5号后面。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再导入啊。第一把是5号沙嘴啊，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地方是3号沙嘴编织的，那所以说它的前床肯定是3号沙嘴，然后说它的背面是5号沙嘴啊，然后呢它织的是满针的啊，就是说前床织满针，然后背面也是织满针，但是背面是另外一把沙嘴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带子这个编织形式，我们也叫空气层啊，也叫空气层提花啊，也叫带。这种编织形式也是比较多的。那这个就是做一个第一步啊，初步的了解我们的提花的一个基本的制作啊，就分为这几步。那后面的话呢，无非就是说颜色多一点，我们3色的、4色的啊，然后的话呢，步骤啊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本次课程我们就到此结束啊，在学习过程中您有什么疑问或者不懂的地方可以记录下来，通过公众号横墙智控反馈给我们，我们课后会根据学员们的实际情况开放在线直播答疑，希望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能为大家的工作带来帮助。